朋友们好，今天是2月18号星期五，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有个事情需要先和朋友们来说明一下，就是在徐州铁链女事件刚刚曝光发酵的时候呢，我们曾经与大家有过一个约定，就是由于杨某霞呢这个官方的称谓呢，它实际上呢是一个带有耻辱性的性奴的代号，所以呢，我们除了在个别时候引述官方原话之外呢，不使用这个名字来称呼铁链八孩母亲这个人，而是呢暂时的使用了徐子八，也就是说徐州生育八孩女子的这么一个缩写，来作为对这位女性的一个代称。也就是说啊，这其中呢我们并没有任何对其不尊重的意思，而恰恰是因为不想侮辱这位女性，一时呢又没有一个比较合适的称呼，所以呢暂时使用了与那个中共大外宣李子柒作为相对应的一个徐子八这个代称，因为这个呢它才是中国一部分农村地区真实生态的写照。但是呢，随着这个事件的真相逐步的进入大众视野呢，情况也在发生变化了。尤其现在啊，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呢，很可能董家那8个孩子呢，并非都是铁链女她一个人所生。那么继续的使用徐子八这个代称就不够准确了，而且啊，它很可能对人还会产生一些误导。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使用国际社会普遍报道采用的铁链女这个名词来指代这位女性当事人，希望朋友们都能够理解。那么徐州铁链女事件呢，从被抖音博主曝光以后呢，一路发酵到今天呢，它刚好是过去了3周。那么这2天在网络上啊，大家可能都有看到了，在热传一张图，说啊，据初步的统计呢，目前该事件啊，它已经在全球最主流的10大语种都有得到了报道，至少有100多亿的阅读量了。有30多亿人都已经知道了这位身世诡谲而又悲惨的女性的故事。也就是说呢，全球差不多1半的人都在与亲友谈论这一条超出了大多数人认知极限的新闻。而且呢，这个庞大的数据呢，它还在不断的往上增加，因为我们都知道嘛，距离整个事件的终极真相呢，它其实还有相当的一段距离。那么100亿这个数据呢，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统计出来的，但是呢，我觉得它大体上是差不多。因为呢，仅仅只是江苏的省委省政府成立铁链女调查组这么一个短消息，从17号中午12点过公布到当天下午4点，也就是这么短短的3个多小时，调查组成立这个话题，它就已经冲上了微博的热搜第2，这个话题的阅读总量啊，它就已经高达9.7亿了。这个就意味着差不多所有有手机的中国人都已经知道了，说徐州调查组呢，他们搞砸了铁链女案件这件事情。而这个官方通报徐州丰县生育8孩女子情况这一个话题，截止到昨天晚上为止，它的这个阅读次数呢，也已经高达39.7亿。所以呢，江苏调查组成立这个短消息呢，它可以说就是整个铁链女案件的一个分水岭了。我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这一场官民之间对真相的争夺战呢，它才刚刚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随着这一则短消息的发布呢，此前一直处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状态的全国近500家的大大小小的官方媒体，突然间就像这个开闸泄洪一样，全部都开始转载这个消息，开始运作了。那么手脚快的呢，也马上就开始发表一些社评啊，义正辞严的开始来呼吁啊，要查明真相，严惩罪犯了。这个呢，它当然不是说这么多的媒体突然的集体从沉睡中被唤醒了，而只能是呢，他们集体从此前的装睡中呢被允许醒过来了。原因呢，当然就只有一个，最高层点头松口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讨论的第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有一份高层内部关于徐州事件的叫做6级4方会议的纪要呢，它被曝光了。这个会议呢，据说它是在徐州举行的现场会，参会者呢是多达500多人，因为参与的这个级别呢多达6级，所谓6级嘛，就是包括了中央、省、地区、县，还有乡镇，一直到村。
那么四方呢，它就是包括了党、政、警，就是警察吧，还有就是医疗这四大系统。从这个内容上看呢，这份会议纪要呢，它其中最主要的那个发言人，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是训话人，因为他就是处在一个训话的地位嘛。他应当就是代表着最高层的某一个官员，他很有可能是中央处理铁链女事件专项小组的组长啊，或者说是常务副组长这一类的人物了。不管他是谁吧，总之呢，这份记录呢，它能够让我们了解到中共高层对待这个案子的一部分态度，也可以让我们对未来这个案件的走向去做出一个大致的判断。这份文件的内容啊，它还是比较长的，我个人呢把它归纳了一下，它最主要的要点呢，大概有这么几点。第一的就是这个训话人啊，他就当场有质问董集村的村长，还有所属的这些乡镇干部，说你们对这个铁链女还有八孩事件，你们是否知情啊？这些人呢，他们都以说自己是近些年才上任的，了解不多，来为自己进行推脱。然后呢，这个训话人他就顺水推舟说了这么一句，说时间跨度长可以理解，大家要注意。这个是第一个有可能会暗示未来这个案件走向的信息。第二一点呢，就是这个训话人他就询问了，说为什么不公开董志明的结婚证照片呢？然后下面就回答他说，我们发现这个照片不像，怕引起进一步麻烦，所以不给看，对外说年代久远，结婚照找不到了。然后呢，这个训话人就接着表示说，为什么不像呢？是人不对呢，还是容貌发生了变化呢？要实事求是嘛，真是容貌发生了变化，他非要不像，你有什么办法呢？大家注意啊，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信息。首先啊，就像我们说的，徐州官方呢，他其实是在恶意的隐瞒真相。他们知道这个结婚照上的女子和这个铁链女是相差太大了，他们怕牵扯出更多的内幕来，所以呢，干脆就对外撒谎，隐匿了这个关键的证据。这个其实已经涉嫌伪证罪和这个包庇罪了。如果不是说被网友把这个照片给公布出来，他们可能真的就瞒天过海成功了。其次呢，我们看到这个训话人呢，他并没有斥责说你们撒谎不对啊，他反而还疑似在给这些下属呢做一个暗示。意思就是这个容貌差异大呢，并不是说不可以接受的结论，对吧？这个就是一个很流氓也很危险的一种暗示了。第三一点，这个训话人呢，他还询问了这个南京医大法医鉴定的专家，说这个 DNA 的鉴定结果你们是否有把握？然后这个专家呢，并没有直接的回答，只是说，他们从这个小花梅母亲的衣服上面是提取到了干细胞样本，然后这个训话人就要求说，可以再组织一次权威机构的检测，说拿出过硬的根据来是错的就认错，悬而未决也比经不起推敲要好。大家注意，在这里的信息它是很微妙的，因为这个训话人呢，他就等于是自己已经承认了，说这个徐州方面委托南京医大去做的那个 DNA 鉴定结果是经不起推敲，是吧？对他的原话，那么说明最高层呢对 DNA 它有可能造假呢，他其实心里是有数的。第四一点呢，就是这个训话人呢，他是逐级追问嘛，就问到了当地的派出所和分局的公安系统了。结果呢，公安就回答他说，早年呢是曾经有尝试过去调查去解救，但是呢遭遇到了村民的集体围攻，他们又怕引起一个群体性事件，因此就不敢管了。结果呢，这个训话人呢，他先是以天津大邱庄的那个禹作敏事件来为例，说这些村民抗法呢是不足虑的。然后呢，他话锋一转，说这4份情况通报是前后矛盾，漏洞百出，难以服众。为什么你们不考虑周密以后再发布呢？同时呢，他还训斥说，这个宣传上也暴露了不少问题，官方媒体没有出面来说话，没有发挥舆论引导作用。结果就是放任自媒体兴风作浪，疑惑无穷。这位训话人呢，他还特别的举了例子，说如果说你们安排人民日报的记者出面去采访那个董某，就是董志明啦，还有采访这个人贩子桑某，恐怕效果就会好很多，也会省了很多周折。
大家看到了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啊，其实这场官民争夺战啊，它才刚刚开始的最大原因。这个训话人他的指示呢，已经是摆明了要求官方媒体控制铁链女案件的这个话语权和解释权。他不是要以这个调查事实为基础，而是说啊，你们要安排党媒去采访那个董志明和桑某溜这两个犯罪嫌疑人，用这两个犯罪嫌疑人的说法来为此案去定性、洗地或者是下结论。这样一来啊，他对无数要坚持追问真相的网友来说，他可能才是真正最艰难的时刻到来。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呢，党媒这些宣传机器，它保持沉默不说话呢，它还不是最可怕的。这些机器它一旦开动起来，开始集体撒谎、集体来维稳了，这才是最可怕的。第五一点呢，就这个训话人呢，他也有训斥了当地的警方啊，提到了去那个丰县医院，然后被抓的不是有2位女性的志愿者嘛？说啊，这个什么工作方法不要简单粗暴嘛。啊，中央护犊子呢会帮你说话，给你撑腰，但是中央也是要面子的。如果你呢缺少政治智慧，捅了娄子给中央这个添乱抹黑，那么中央也不想跟着背锅。在最后做总结的时候啊，这位训话人他还特别的提醒说，这件事儿呢，它只是一个极端的个案，不代表社会主义的不代表社会的主流。由于这些基层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水平太低，导致呢这么一个陈年旧案搞得沸沸扬扬，让中央的抗疫工作、反腐倡廉工作，还有经济建设和冬奥会等等都受到影响。因此，对这一类给中央添堵的现象呢，中央是绝不姑息等等。刚才提到的这个讲话，它在海外的网络上流传已经很广了。它的内容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呢？就我个人的看法呢，它大体上是比较靠谱的，是真实的。因为呢，我们看到啊，至少其中有几个要点是立即就被兑现了的。首先，第一个呢，这个讲话有提到说，他昨天看到了北大学生发起联署来呼吁。那么这份呼吁呢，它是在2月15号公布出来的，所以呢，这个会议它大概率就是在14号开的。会后3天，17号，那么江苏省级这个调查组就宣布成立了。那么这显然就是开会讲话的一个结果了。其次呢，就这个讲话呢，他有强调了说，你看官方媒体你们要起到引导舆论的作用嘛。然后果然，在这个江苏调查组成立的同时，我们就看到大批的官媒开始说话了。这个与这个讲话中提到的要求它也是一致的。第三一点呢，就是这个讲话他有提到的那2位被抓的女志愿者嘛。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可以确认这2位女士呢都获得了释放了。要知道啊，这2位女士呢，她们原本都是被刑事拘留的，她还不是一般的那个行政拘留。这样的案子说放人就放人，他只可能是高层有发了话，下面他才有可能说不顾刑事拘留的司法程序，就是如同儿戏一般啊，才抓了几天我们就放了。我们现在啊，从整个这个讲话的基调来看呢，可以看出来最高层呢的确是非常生气的，但是他生气的主要原因呢，并不是说因为被这个铁链女案件爆出来的这种超出人想象的残酷性所震动了，而是因为这些基层的工作能力太差了，应对不得力，导致一件农村的陈年旧案呢没有被捂住，令最高层呢在这个冬奥会啊各国来宾的面前呢是颜面扫地而恼怒。换句话说呢，高层这个斥责的重点呢，它并不在于说这个事实真相是什么，而是在于你们这些地方干部没有能够干净利落的抹平这件事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我们大体上就可以得出下面这么几点判断了，就是对未来走向的判断。当然它不一定准确，在这儿呢只是提供给朋友们来做一个参考。第一点就是江苏省委调查组呢，它名义上是地方级别嘛，但是呢它的调查报告必须要得到最高层的认可，它才有可能发布了。所以这个调查组呢，它就已经是实质上的中央调查组。
而且很有可能啊，其发布的任何的通报呢，都将被作为一个最终的结论而定案了。各级的官媒呢，它也一定会大肆的去渲染，为其背书。这个定案啊，它一旦公布出来，谁啊要是再有反对质疑的声音，他很有可能就会被扣上说你是造谣传谣，或者是寻衅滋事等等这些罪名来进行打压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董志明和桑某溜等等这3个人呢，就是他们已经都被抓了啊，很有可能会被加重处罚。一部分的基层官员或者是办事员呢，也可能会被抛出来进行追责，但是这个级别呢，它普遍不会高过县级。当然也不排除有个别徐州市级的官员可能会涉案，会被处罚。但是呢，这个舆论的基调呢，它一定会是沿着党中央和这个社会制度，它都是伟光正的，只是个别地方的恶势力与渎职官员不好。本案呢，它彰显了党的强大自我纠错修复能力等等，肯定是沿着这些方向会去进行展开的。第三一点呢，就是铁链女案呢，它大概率将会被最大限度的局限化、个案化。董集村和徐州其他地方被囚禁的类似的那些女子啊，包括在其他的地区，还不光是江苏了，就其他地区存在的大量的拐卖的妇女案呢，极有可能会被隐藏、被掩盖得更深。媒体呢会去反复的渲染社会主义的新农村的生活依然是光明美好、充满爱心和温情的，尤其是董家那8个孩子啊，他们很有可能会成为各级部门关注的重点对象。因为是要树立一个这种党的关怀暖人心的一个典型案例去进行宣传嘛。我们看到现在在曝光的这个结婚证的邓飞，这个就是前调查记者，他的微博之下面呢，已经有这个徐州沛县的人去向他主动爆料了，说在距离董集村5公里左右的地方还有很多被拐卖来的年轻的女性被囚禁在家里，暗无天日。希望呢，借助这一次几乎可以说就是唯一的机会，能够拯救他们。我们也看到这个呢，是再次的凸显了，就是类似像铁链女一样的恶性案件，其实在当地是极具普遍性的。第4一点呢，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铁链女与小花梅这2个明显是不同的人，她是否仍然会被这个最高层最后把他认定，就是下一个结论说他就是同一个人。我们客观的说，肯定和否定这2种可能性它都是存在的，而其中左右他的答案的最关键的因素呢，我觉得恐怕要取决于3点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就是如果说官方确认了说他们是2个人，那么小花梅的下落在哪儿？这个铁链女她的真实的身份又会是谁？它会牵扯到多高级别的官员，以及多大范围的拐卖的黑幕，这些它如果是曝光出来，是否会引发党内派系斗争等等，它就会是成为当局一个重要的权衡的因素了。请注意这个训话人他在这个讲话之中是有明确的提到了内部邪恶势力这个说法的，它说明什么呢？就说明这个案子呢，它已经有内斗的因素参与卷入了。第2个因素，如果说推翻徐州市级的调查结论，那么徐州那个 DNA 的检测造假，它就是定案。这个将会对中共的基层政府的信用度带来多大的摧毁效果呢？我相信他们内部呢，肯定是会对这个因素要进行一番评估的。第3个因素呢，就是民间挖掘真相的能力和这种保持舆论关注的热度，这个将是最大的变数。因为我们都看到了，徐州的调查组呢被这个江苏省调查组所取代，最大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董志明这张结婚证，他被网友给挖出来曝光了。结果呢，就是徐州调查组呢被一刀毙命。这个变数是唯一的不在官方掌控之中的。说到这个铁链女的身份呢，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需要在这儿呢和朋友们来进行讨论的。这个就是财新网它最新的一篇影响较大的报道，
说这个李莹的母亲叫做梁小青的这位女士呢，她被官方告知是已经2次比对过她和铁链女的 DNA， 结果呢都是不匹配。与此同时呢，梁小青呢，她也向记者有表示说，她认为这个视频中的铁链女和他们家的那个李莹呢，在外貌上还有口音上的差异还是挺大的。她还特意强调了说，这个李莹呢，她曾经是有过400度的近视，她的眼神看人的眼神和这个铁链女好像不太像等等。我们都知道这个李莹呢，她是失踪有24年了。如果说她是被拐卖了，备受摧残活到现在那么他的外貌发生了一些较大的变化，可以说这是极其正常的事情，对吧？而一个青少年的假性近视，他在长时间是吧，几十年、20多年吧，他都不再看书写字的这种情况之下，他很有可能会得到恢复，这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至于说他一个人说话的口音我们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就在这几天呢，南方周末在2001年曾经发表过的一篇题为《被拐6年》的报道呢，就在网络上热传。他讲的呢，就是一个14岁的北京女孩，她被拐卖到了河北的山村的经历。这个很长的故事内容呢，我们在这里就不去复述了，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自行去搜索查看。但是呢，在这篇报道中，他就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就是当这位女孩她逃出来第一次和她的母亲通话的时候她的母亲怎么都不敢相信电话的那头就是自己的女儿。然后这位母亲她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口音全变了，和小时候说话的声音一点都不像，一口的河北腔。我们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其实就是想要说明一点，一个在未成年时期就被拐卖的女孩她在异地他乡囚禁才6年时间，就像北京这个女孩是吧？她的口音就已经完全改变了，她母亲都认不出来。如果说同为未成年就被拐卖的那个李莹，她就是铁链女的话，那么她已经在徐州生活了20多年了，她的口音发生改变了，这才是正常的。要说她口音还一点没变，那反倒是不太正常的。所以呢，我想这个梁女士她的这种视觉和听觉上的判断呢，不排除有可能她是受到了那个 DNA 比对结果的影响。至于说这个最关键的 DNA 比对结果，这个呢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最尖锐的一个事实，一个问题。我们要先来看看财新网它的原文报道是怎么说的。这个报道说在2020年的11月，公安机关曾将被锁女子杨某霞的 DNA 录入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对比，至今未比中清源信息。然后呢，这个报道就说，南充公安和徐州公安对李莹母亲和铁链女呢各进行过一次 DNA 的比对，结果呢都没有配对上。南充公安进行比对的过程呢，它是从李莹母亲的血液中提取了 DNA 的样本，去与丰县那个铁链女录入到公安系统数据库的那个 DNA 样本进行比对。而徐州这边呢，就是徐州公安则是从丰县铁链女的那个血液中去提取的 DNA 样本，然后去与这个李莹的母亲就是梁小青女士录入到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的样本去进行的比对。大家有看到了吗？这里面呢，它就存在着2个巨大的问题了。第一个呢，就是这2次比对它都不是活人面对面进行的比对。我们从这个亲子鉴定的角度呢，2个当事人要当面来提取样本进行面对面的一个比对，它才是最可靠最可信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亲子鉴定它往往会牵涉到巨大的财务或者是像继承权等等这些纠纷，只有这种面对面的方式，它才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这个样本被中途调包的可能性。以现在中国大陆的交通状况说这个梁小青女士她要前往徐州去进行一个面对面的比对，它其实根本就不是难题，不是个事儿，对吧？那么为什么徐州警方它就是不允许这样做呢？第二个问题也是更加诡异的，就是铁链女她的这个 DNA 样本呢，居然是早在2020年的11月
就1年多以前，他就被当地公安录入到了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还有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这个信息它是丰县调查组在1月30号发布的第2号通告公开说明的。我相信可能有的朋友已经都看到问题所在了。在2020年的11月那个时候外界根本就没有人知道铁链女的存在，对吧？那个时候她还一直都以这个杨庆霞这个名字作为她在当地有着合法户口身份的人而存在着。她生下了这么多的孩子，也都是正常的办理了出生证，还上了户口的。也就是说呢，那个时候的铁链女呢，她不是任何官方意义上的被拐卖人口。那么为什么当地公安要上传他的 DNA 样本到这个打拐的系统中去呢？公安的这个动作它说明了什么呢？它只说明了一点，就是他们其实知道这个铁链女是来历不明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要去上传样本？还有他们上传的那个 DNA 样本又究竟是谁的？是不是这个铁链女的？这些问题我觉得恐怕它都是需要得到一个更加明确的答案的。我们从这里来看就说当地公安他们早就极有可能是卷入了这个贩卖性奴的这个产业链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地所采集的所谓的铁链女的这个 DNA 样本，它的可信度究竟有多高呢？反正我是高度怀疑的。我们都知道，在大陆这个 DNA 亲子鉴定这个行业里面呢，掺假造假它早就不是秘闻，对吧？我们随手一搜就可以看到，像包括新华社新京报澎湃新闻，这些都是官方媒体呢，他们都有过不少的报道的。就在2020年的9月新华社的记者还曾经有卧底去调查，用3份假的血样和3个假的名字，就让广东华医大的司法鉴定中心迅速3天之内就给出了2个不存在的人他说确认他们是有父子关系的一份真实的鉴定报告。这样的事情，它难道就不会发生在堪称是蛇鼠一窝的这个徐州丰县吗？不管怎么说呢，徐州调查组他们的信用可以说已经破产了。他们可以隐匿这个结婚证照片来欺骗大众，他们当然也就可以伪造血样来忽悠上下级，对吧？江苏省调查组呢，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发布任何的通报，所以呢，我们也不会去妄下一个结论。我们也希望铁链女案件呢，最终能够在这个调查组里面给出一个水落石出的结局。但是呢，我们希望那个是一个正义真正的得到伸张的结局，而不是又一个精心编织出来的谎言。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暂时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